好，今天咱們聊范冰冰。前2天金馬獎剛頒完，范冰冰拿了影後。你沒聽錯，就是那個7年沒在內地好好露臉的范冰冰，那個被罰了8個多億的范冰冰。這事兒傳出來的時候，網上那叫一個熱鬧。有人說這是王者歸來，有人說這是曲線復出，還有人陰陽怪氣地問，逃稅的人也配拿影後？你看，互聯網就是這樣，永遠不缺評論員。咱們先說說他這次演的這部電影叫什麼？《蒂姆》，一部馬來西亞電影。故事背景設定在90年代末，范冰冰演一個住在馬泰邊境的農婦，叫鳳英。這個女人白天下地幹活，晚上搖身一變成了解匠師，就是幫村民解降頭的那種民間法師。她丈夫死了，留下一兒一女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。更要命的是，村裡的土地糾紛越來越激烈，殖民時代留下來的爛賬還沒算清，她丈夫的死因也成了一團迷霧。這個角色有多拼呢？導演張繼安一開始壓根兒沒想找明星來演，他想用素人。結果范冰冰自己主動找上門，說我想演。導演問他，你願不願意讓我毀了你的臉？范冰冰說了4個字，奉陪到底。然後他就真的奉陪到底了。曬黑皮膚，加大鼻子，學馬來西亞方言，學當地的祈福儀式，下田插秧種地，據說拍攝期間摔進田裡好幾次。你要知道，這是范冰冰啊，戛納紅毯上穿龍袍的范冰冰，福布斯名人榜連續5年第1的范冰冰，現在跑到東南亞的稻田裡滾泥巴。頒獎那天，范冰冰沒到現場，導演上台帶領，現場打電話給她，電話那頭她已經哭得稀里嘩啦。導演說，當初問他為什麼非要爭取這個角色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：我想重新來過。這6個字信息量太大了。咱們稍微往回倒一倒，范冰冰是怎麼起來的？1998年《還珠格格》，她演金鎖，紫薇的丫鬟。那會兒趙薇是頂流，林心如是女主，她就是個跑龍套的。但你知道從丫鬟爬到一姐有多難嗎？她抵押了給父母買的房子贖身，跳槽華誼，一路摸爬滾打。後來自己開工作室，拍電影，走紅毯，一套組合拳下來，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范爺。她有句名言，我不嫁豪門，我就是豪門。霸氣吧？她那些年確實像開了掛一樣，東京影后，聖塞巴斯蒂安影后，金雞影后，福布斯榜首，戛納評委，奧斯卡投票成員，時代週刊封面人物。站在2017年，他大概以為自己會這樣一直贏下去。然後2018年，崔永元一條微博“陰陽合同”4個字，直接把他送進了深淵。這事兒的起因其實挺狗血的。馮小剛2003年拍了部電影叫《手機》，裡面有個出軌的主持人，崔永元一直覺得是在影射他，忍了15年。2018年《手機2》又要開拍，崔永元終於忍不了了，直接開炮。結果炮彈落到了范冰冰頭上。稅務部門一查，好家伙，偷逃稅款加上罰款，滯納金總共8億8千多萬。8億8是什麼概念？有網友算過，普通人年薪20萬，要從3皇5帝時期開始打工，一直打到現在才能攢夠這個數。范冰冰發了道歉信，說完全接受處罰。按照刑法修正案的規定，首次違法只要補繳就不追究刑責，她算是躲過了牢獄之災。但演藝生涯基本上也廢了一半，代言沒了，電視劇《八清傳》壓着不讓播，他在國內徹底成了敏感詞。從2018年到現在整整7年，這7年他幹了什麼呢？開美妝品牌，據說年銷售額都破10億了。偶爾去國外走走紅毯，拍幾部海外電影，在韓劇裡客串幾秒鐘。2024年，他主演的老電影《十月圍城》《趙氏孤兒》居然在國內重新放映了，算是某種解凍的信號。然後就是這部《蒂姆》。說實話，這個時間點拿金馬獎政治意味太複雜了。你們知道金馬獎這幾年是什麼處境嗎？2018年有個台灣導演在台上發表了一番關於兩岸關係的感言，之後大陸電影人基本上就集體抵制金馬了。范冰冰這次用馬來西亞電影的身份入圍，很多人說這是曲線救國，也有人說這是在試探風向。網上的討論就更熱鬧了。有人說他去金馬就是立場問題，有人說他應該上台喊一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，還有人出主意說他應該大膽去拿完獎就潤。你看，鍵盤俠們替人家把人生都規劃好了。
但范冰冰最後沒去現場。據說她本來想去，酒店都訂好了，最後還是放棄了。她在電話裡說：“我的心與金馬同在。”這話說得滴水不漏，既表達了感激，又沒踩任何紅線。你不得不佩服她這麼多年練出來的生存智慧。有意思的是，導演在台上透露了一個細節。他說范冰冰當初跟他講，如果不是為了想拿金馬，他不會接這部戲。這話聽起來功利，但仔細想想，對一個在國內被封殺的演員來說，金馬獎可能是唯一還願意認可他演技的華語頂級舞台了。他需要這個獎，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紅，而是為了證明自己還能演戲。回到蒂姆這個角色本身，導演說這個故事來自他小時候聽到的真實傳說。村裡有個女巫師，白天務農，晚上幫人解降頭，後來因為得罪了地主，消失在森林裡，再也沒人見過。電影把這個故事放進了90年代末的政治動盪裡，講的是土地權、殖民遺恨、女性抗爭這些沉重的命題。范冰冰在採訪裡說，她覺得鳳英這個角色跟自己的經歷有相似之處。你細品，一個被大眾遺忘的女巫，一個被主流市場封殺的明星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對抗看不見的力量。這是巧合還是某種隱喻？好了，聊到這兒，咱們可以開始反思環節了。范冰冰這個人爭議從來沒斷過。有人說她是勵志典範，從丫鬟逆襲成一姐；有人說她是投機者，靠炒作和資本上位。逃稅案之後，有人同情他是殺雞儆猴的犧牲品，有人覺得他活該受罰。現在他拿了金馬影後，有人感慨浪子回頭，有人冷笑說這不過是又一次精心策劃的人設重建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這些標籤和敘事有多少是真實的范冰冰，有多少是我們自己投射的想象？我們這個時代特別喜歡兩種故事，一種叫英雄的崛起，一種叫惡人的隕落。最好是同一個人先崛起再隕落，或者先隕落再崛起，反正要有戲劇性，要有爽感。范冰冰的人生恰好提供了這兩種敘事的素材，所以她永遠是流量的焦點。但真實的人生哪有那麼多起承轉合？逃稅是事實，罰款也交了。演技有沒有？至少好幾個國際 A 類電影節都給過她影後。她是不是好人？誰知道呢？我們又不認識她。有一個細節我覺得挺有意思，范冰冰當年說我能經得住多大詆毀，就能經得住多大讚美。現在看來，這句話既是她的盾牌，也是她的預言。她的人生好像就是在詆毀和讚美之間來回擺盪，從來沒有平靜的中間地帶。也許對於公眾人物來說，這就是代價。你享受了聚光燈帶來的一切，就必須承受聚光燈照出來的所有陰影。這不是道德審判，這只是一種交換。最後說一句，范冰冰在電話裡哭着說，她想用作品傳遞更多價值。這話是真心還是表演，我們無從判斷。但有一點是確定的，她還在拍戲，還在試圖證明自己。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行業裡，在一個隨時可能被取消的時代裡，這種堅持本身或許就值得某種尊重。至於那些關於立場、關於金馬、關於付出的爭議，讓子彈再飛一會兒吧。反正互聯網的記憶只有7天，下周大家就會找到新的話題來吵。好，今天就聊到這兒，咱們下期再見。